台派就要當白痴、當笨蛋，對中國有誤解，覺得中國所有14億人民都是習近平的提線木偶。竟然最有可能讓台灣主體意識不復存在的是對岸，是中國。那你不是應該更要研究中國，研究得更加的透徹嗎？中国快崩潰了，不是明年崩，就是3年內崩。中國之所以沒有崩潰，跟他的專制獨裁的關係並不大，跟他如何處理跟應對每一次危機當中，他選對的方式，減少了傷害，關係比較大。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最近 Cheap 出了一支影片，叫做《中國要崩講了30年》。你有沒有發現，從你學生時代開始，新聞專家名嘴反攻大 V， 嘴裡就不斷的重複一句話：中國快崩潰了，不是明年崩，就是3年內崩。結果20年過去了，中國不但沒有崩，還成為世界第2大經濟體，並在高鐵、5G、AI、電動車、無人機等這個每個領域，中國都世界第一。AI 是跟美國並駕世界第一，但就生產方面是世界第一。當然，就单個 AI 晶片、单個晶片最強的，確實還是 NVIDIA。但是 AI 要看綜合，包含算法、算力、你的電力、你的基建，還有你的應用場景。那在這方面綜合來說，中美應該是並列第一。但應用場景來講，我認為中國的應用場景做得更好。更神奇的是，中國崩潰論也沒有消失，預言失敗，再找新理由，繼續預言。這個在內涵三峽大壩要崩了。那麼我們的時間得回到冷戰結束後，先小聊一下中國崩潰論的歷史。1991年12月，蘇聯正式解體，東歐共產政權集體崩盤，西方世界一陣狂喜，自信滿滿的宣布：我們贏了，遊戲結束。這個就是福山 Francis Fukuyama 所說的世界終結論。因為當時東西冷戰兩大陣營在1991年蘇聯瓦解的時候，認為說這個世界終結了，體制之爭由西方來勝出了，共產主義已經消亡不在。在當時的氛圍裡，自由民主加市場經濟就是人類制度的終極形態。但這時的中國就像一個站在派對門口的怪咖，穿着共產黨的制服，端着炒飯盤子。對，這個打着共產主義招牌的國家，沒有選舉，沒有言論自由，還在1989年鎮壓學生運動。全世界都覺得中國應該撐不了多久。來了，便宜經典謬論，沒有選舉，沒有言論自由，坦克車鎮壓，中國應該撐不了多久。其實這一系列的說法敘事，經典的西方自由派視角，基本上呢，投票不等於自由嘛。那1989年呢，學生這個6·4天安門運動呢，6·4天安門的這一場衝突啊，或者叫8·9學運，大陸來講目前是認為說是外部勢力介入。那西方的視角，或者是當年學運包括乌爾開西啊，他們跑出去的這些人，王丹啊，他們認為就是鎮壓嘛。所以這種刻板印象就是很經典的台灣人對於大陸的一些刻板印象。可是大家理解啊，如果真的拿坦克車去鎮壓學生，那應該證據遍地都是才对啊。然後說沒有啊，封鎖消息啊，反正這個是一個很有意思的一個內容啊。我跟你講，它一定是坦克車加天安門，這是經典配置。這些敘事對於要講中國沒有不好這件事，它是一個充分前置，否則的話他們聽不下去，因為他會覺得說你在替中國吹捧跟美化，這種是台灣經典的一個敘事邏輯。全世界都覺得中國應該撐不了多久，各大報紙社論開始唱衰共產的政權末日已到，中國要崩了。但劇情很快反轉，鄧小平拍拍手，開啟改革開放，外資大量湧入，中國成為世界工廠，經濟起飛，這是中國崩潰論的第一次破局。這個改革開放，很多人都以為是鄧小平南巡的時候才開始，但是事實上不是，改革開放是一直都在做，只是力度的問題。因為很多人都把鄧小平的92年南巡作為改革開放的一個確立，但事實上改革開放的提出在1978年就開始，而且呢是持續的在做。當時就提出了幾個很有名的嘛，對內改革、对外開放、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所以改革開放並不是從南巡的時候才開始，只是南巡之後呢，徹底的確立了改革開放的基調。但是呢，前面其實是慢慢在做只是92年是加大力度。所以鄧小平有一個叫改革開放總設計師嘛，所以改革開放這件事情並不是鄧小平拍拍手就改革開放了。很多人在討論中國大陸的發展史的時候，都覺得他的領導人好像可以一念之間決定所有的事情，這是一個大錯特錯的思考邏輯跟大錯特錯的理解。其實很多事情都是長期的實施，從1978年提出，然後當中幾經波折鬥爭。你以為1978年鄧小平上位之後就是一帆風順，完全沒有人挑戰他嗎？想得美，想太多，不要亂搞笑。更好玩的是，鄧小平南巡之後很長一段時間，鄧小平甚至沒有大的官方头衔，他用一個很粗暴的講法把這個東西給順過去了。但事實上並不是鄧小平拍拍手就過了，而是從1978年不斷的在路線鬥爭當中，還經歷過了8·9/6·4天安門事件之後，到92年鄧小平南巡。其實南巡主要是对共產黨的高層們喊話，因為鄧小平的權力來自他個人的人望，來告訴大家該做改革開放啦，一起來努力啊。21世紀後，中國崩潰論引來一位明星預言家，美國華業律師張家敦。2001年，
這樣就經典了。他出版了《中國即將崩潰》，斬釘截鐵的宣告，中國一定會在2011年以前崩潰，語氣篤定，好像不准他會吞華碩一樣。這個中國崩潰論的明星級打手。然後2011年來了，中國不但沒有崩 ，GDP 還衝到世界第2，成功舉辦奧運，高鐵、房市、出口全面起飛。神奇的是，張家堆本人沒有因此消失，他反而升級了，每隔幾年就會自動延長崩潰年限。前陣子還預言習近平已大權旁落。2008年，美國爆發次貸危機，引爆這個張家墩是真的是搞笑，全球金融海嘯，華爾街崩了，世界一片混亂。這次中國崩潰論立刻滿血復活，他們的邏輯是這樣的：中國靠出口吃飯，現在美國破產，那麼中國也差不多了。沒想到中國直接開了大招，祭出4萬億人民幣刺激方案。這個就是大基建，就是瘋狂的蓋各種基建，而且這個大基建到現在非常受用。為什麼？因為這個大基建下去之後呢，讓整個中國大陸的工業基礎啊，好，大家要想富先修路嘛。在除了先修路之外，就是把鐵路、高鐵各種基建都貫通之後，也高強度的讓整個中國大陸的內部的循環調動起來。今天中國大陸沒有再像2000年前期的時候，每一次春運就跟個災難沒有什麼兩樣，一大人騎着摩托車啊，背着孩子全家家當騎了2天摩托車、3天摩托車回到家裡面，再騎摩托車2、3天出來，非常的恐怖哦。那基建的盛行呢，其實基建的这個大基建時代呢，然後另外重點哦，這個大基建哦，它呢是從大城市往2線、3線、4線城市往下去走哦，等於是把整個中國大陸的任督二脈全部都打通了。沒有這個大基建哦，很難說今天中國大陸呢這麼大，然後地形這麼複雜的國家，光是山脈複雜到爆炸。這裡呢是黃淮平原、長江中下游平原，你往南是大量的丘陵跟山地縱橫交錯，有各種的小盆地，還有這個什麼四川陷落的盆地，而且是很大。盆地裡面的地形也極其複雜，比如說呢，你看哦，這個重慶這裡哦，一大堆這種平行的山脈，看起來像個什麼，像個漣漪一樣這樣連過去，所以它每個大地形下面有小地形，小地形下面也很複雜。當然，美國他們也有一些小地形很複雜，這裡有橫斷山脈，有高原，再往這邊有青藏高原，更高的高原。但是高原裡面有大量的大型盆地，像柴達木盆地就非常大。然後呢，再到這邊的話呢，又出現什麼三山夾兩盆，這個是阿爾泰山啊，然後天山，然後呢，這是昆崙山、克拉昆崙山。然後你看有2個盆地哦，沙漠地形。然後東北又是另外一番光景，過了北邊這個北京這裡又燕山擋起來，東北其實實質上是一個類盆地地形啊。南邊的開口開在遼寧這裡，有遼河開口，其他地方呢旁邊有大興安嶺、小興安嶺，這邊有長白山地，所以整個中國的地形呢，它是有大平原沒錯，但是整個大平原占它的面積也不是很大，然後還有大量的大型盆地，四川盆地、兩湖盆地又叫湖廣盆地、江西盆地，高原冰河有，然後南邊海南還有熱帶雨林，所以世界上哦大型國家裡面呢，土地最複雜的就是中國。那這麼複雜，你這個要發展就遇到一個最大的問題啊，你怎麼貫通？所以中國的地理單元是很分裂，所以這麼複雜的狀況需要的是什麼？就是需要大基建來貫徹。但是在此之前呢，這個大基建要投入大量的資金嘛，決心、資金跟力度還有技術，量變帶來質變。另外是你擁有這麼巨大的人口，你的這些基建它的使用率就會更高，所以你的基建的平均成本跟它的生產力來對應的時候，它的效果就會更好。所以這就是什麼中國大陸在出行方面可以做到那麼的便宜。那這個是工業化的基礎，而且還有一個就是人口雖然集中，但依然相對分散。但為什麼中國總是能夠一次次的度過金融危機呢？因為關鍵時刻，中國解法跟大多的國家不同，大多數的國家遇到金融危機時，會縮衣節食，減少投資，勒緊褲帶，而中國則是加碼投資，全力開啟基建狂魔模式。錯，經濟危機的時候開啟基建狂魔模式，在世界歷史上從來不罕見。最有名的是什麼？羅斯福的新政嘛，縮衣節食那個是歐洲模式啊。羅斯福的新政就是凱因斯經濟學嘛，這個應該都學過。計劃資本主義，透過公共建設投資來擴展你的經濟的規模，透過經濟規模的擴展，那工人口袋有錢，帶動消費，消費帶動稅收，國家重新有錢，可以再進行新一輪的投資。這不是中國特有模式，縮衣節食，減少投資，勒緊褲帶，這個做法只會死更快，因為你這樣子做，你就會把你的經濟總量進一步縮小。它除了減少你的開支之外，它並不會減少你的經濟下行的速度，反而會加大你經濟下行的速度。基建投資雖然容易制造債務，但它可以立刻創造就業，維持增長，有點像是玩遊戲被 BOSS 打到半殘，其他玩家選擇原地回血，但中國直接上層氪金，拿錢買藥水。這個比喻完全是錯誤的，也不是什麼氪金啊，錢從哪裡來？但這種能狗就狗的民族性，讓社會崩潰始終沒有發生。所以我不是說中國經濟很猛，中國是神，經濟是光，共產黨是唯一的道路。我一直強調的是，中國不是沒問題，反而中國問題很多，但它的系統可以用奇怪的方式繼續走下去。什麼叫奇怪的方式？他用的都是正常的方式好嗎？跟極權
權也沒什麼關係啊，只是國家強而有力的把政策給推展下去，堅持沒有換黨執政問題嘛，所以就14個5年計劃以來都這樣，所以第15個5年就要繼續走下去。接着我們就來聊聊中國是用哪些奇怪的方式打臉崩潰論者的理論。這些理論分別是出口依賴論、債務泡沫論、人口危機論、國企效率論以及金融體制論。出口依賴論是說，中國靠歐美市場吃飯，西方如果不景氣，中國會更慘。但現實是，中國14億人口本身就是一個超大型市場，光靠中國人自己買就能消化部分產能，且中國不一定只能賣你。如這次川普的對等關稅，威脅要對中國商品課徵125%的重稅，習大大鳥都不鳥，因為產品可以轉出口到東南亞、非洲、拉美等國家，而美國同樣需要中國。如果真的限制中國產品，通膨會飆升，因為中國出口結構已升級，以前靠低價的衣服、玩具、鞋子等，這些非洲、拉美都可以取代，利潤不高，也沒什麼技術含量。但現在出口是 iPhone， 這也是錯誤的。中國依然出口大量的衣服、鞋子這一類的東西，但是為什麼有些地方轉出去了呢？因為生產成本更低，所以那一些非常廉價、低價的部分，不是屬於走這個品牌路線的產品的話，那它就會往外轉，主要是生產要素的一個尋找更低價的勞動力嘛。那還有一個什麼是更加接近市場，可以快速的依照市場脈動來改換它的一個供貨的一個部分，因為這些低價的日用品，它的汰換率非常的高，所以並沒有全部都換。中國大陸因為出口量非常的大，所以呢，雖然它出口的電子設備、電子產品是賺最多，出口金額是最高的，可是即便是現在玩具、遊戲、體育用品、針織、鈎邊、服裝，它依然有超800億美元以上的出口量，是2.4兆台幣啊！主要原因是因為第一個是尋找更廉價的勞動力嘛，然後再來就接近市場嘛，再來可能有一些關稅壁壘的問題嘛，電動車、太陽能、5G 設備等，不是印度、越南、墨西哥說接手就接手，有一定的技術門檻。出口依賴論只適合2010年之前的中國，今天的中國完全不怕美國制裁。債務泡沫論是說，地方政府為了大型基建過度舉債，房地產過熱，一旦泡沫，銀行系統會全崩，經濟一崩，中共就會倒台。而現實是，大部分的債務是內債，不是跟外國人借錢，不會像是斯里蘭卡那樣破產，就跟你左手跟右手借錢一樣，借來借去有差嗎？還是有差啊，地方債跟中央債就是不一樣啊。他一定不知道什麼叫化債就把再教點他知識好了。化債指的是中國解決地方政府財務，將短期高成本不透明的隱性債務轉成長期低成本的顯性債務，以減輕短期償債壓力，並整體債務控管風險。這個就是由中央來進行兜底，讓地方進行財務整合。中央給地方做財政轉移，實際上就是某種程度財政轉移，然後一部分是用借的方式，然後這些錢到了地方政府之後，因為地方政府當初為了要高速發展城市建設，所以有很多濫借、濫用、濫發、濫蓋的會撩錢的項目直接停掉。那給老百姓兜底的項目必須把錢補上。然後呢，有大量的這一些就是地方政府把錢丟到了所謂的城市投資公司裡面去。所以這個化債它的主要叫做債務置換、借新還舊、增加債限額度、設立專項債。什麼意思？其實它邏輯很簡單吶，就是呢讓地方政府的債務重整化。所以沒有什麼左手借右手有差嗎？錯，這差很大。地方政府是要付利息的啊。Chip是不是以為說所有的利息只要習大大說老子不還了就可以不還了？有這種事情嗎？媽笑死人了！你們看 BBC 怎麼報道的？10萬億啊，中國政府丟了10兆。天價化債計劃，把地方的債務給做置換了，也就是說，欠了那些高額的利息的債務，你通通把它還掉，還掉之後，你借新的債進來，那你借新的債進來的話，那個債的錢就少很多嘛，所以給你置換。那它的目標是什麼呢？把地方的隱性債務從14.3兆，就14.3萬億，減少到2.3萬億，就2.3兆，否則光付利息，地方就要倒了。所以，Chip到底在想什麼？我的天，他以為在玩世紀帝國，買高賣低就可以了嗎？經濟不是這樣搞的，大哥。就他媽的要寫科普也不這樣科吧，都是內循環，且4大銀行都是政府開的，政府只要一句話，那就得展期重組，不會立刻爆炸。不是吧？什麼4大銀行多的是，根本就不是靠4大銀行而已，好不好？國企效率論是說，國企僵化、低效、組織肥大，會拖垮整個經濟。但中國的國企本來就不是拿來拼效率的，中國不會把高風險的創新交給國企，這個部分會交給華為、小米、大疆、比亞迪等明星企業，讓這些名氣去拼。國企更多負責基建與國家戰略，像是中石化、中國移動、國家電網等，他們的規模大，也確實效率低，但這是社會必需品。天哪，他是不知道國企有所謂的體系內競爭啊，又在瞎雞巴講了，我快暈倒了，這吐槽的無力啊！中國的國企基本上是要有高強度的內部競爭，還有內部問責的。然後呢，更重要的是，國企早就進行了市場化改革，它必須在市場裡面能夠生存啊，賠錢的國企就被檢討啊，賺錢的國企事實上這些國企的經營者他是有分紅的啊，他的
的出資者可能是國家，或者是整個國企集團在背後兜底，但是它的整體性還是要經歷市場競爭，除非這個國企它本身具有壟斷跟寡占性，而且它是必須的民生的話，那這個國企它確實它就不這麼強調競爭性，但是依然強調體制內的競爭，而且它不會讓一個國企把所有的行業都給壟斷，所以就會可以看到說，比如說電信方面就有2大巨頭，加油站方面也會有2大巨頭，它是不是把台灣國營事業的壞習慣想當然爾的思考帶到了中國大陸的企業上面？他真的是完全不懂林董怎麼可以寫這一篇的？從頭錯到尾。崩溃派只看效率指標，卻忽略了這些國企都是壟斷行業，他們根本不追求高效，屁嘞！只要能穩穩運作，避免民怨就好。金融體制論是說，人民幣不可兌換，市場不透明，早晚爆炸。而現實是1997年、2008年的金融危機，中國反而因為管得緊沒事，人民幣雖然不能完全的自由兌換，但越來越多的跨國貿易開始用人民幣結算。崩潰論不是不是，這裡有個矛盾啊！如果人民幣不能自由兌換，或不夠自由兌換，為什麼人家要用人民幣結算？我只要用人民幣結算，我相當把錢送給你中國，然後我錢都拿不回來。你覺得全世界的貿易上是智障嗎？其他國家是智障嗎？它是不完全自由兌換，它有做一定程度的控管，但主要控管是在匯率方面，好嗎？是避免炒匯，而不是不能自由兌換。哦，我頭有點暈。越來越多的跨國貿易開始用人民幣結算。崩潰論不是全錯，而是只看到問題，沒看到中國的緩衝機制。這些機制不是沒有代價，而是讓崩潰變得拖延，不會那麼劇烈。那為什麼中國崩潰論被打臉了這麼多年，卻依然活着？因為蘇聯解體後，中國是唯一一個不肯加入自由民主大家庭的壞小孩。世界上還有幾個不肯加入自由民主大家庭的壞小孩？所以朝鮮、老撾。就是寮國、越南、古巴這些也是壞小孩，我知道不止，非洲有一大堆奇奇怪怪的國家。什麼叫不肯加入自由民主家庭的壞小孩？不是不能用自己的角度去看這些事情啊？那我就問啊，沙特阿拉伯有自由民主嗎？阿聯酋有自由民主嗎？阿曼有自由民主嗎 ？Hello， 埃及有自由民主嗎？埃及都是軍頭在統治啊，中東國家多到爆炸啊！什麼叫不加入就是壞小孩？中國崩潰論之所以能活這麼久，已經不只是預測了，它變成了一種信仰。信仰是不用證明的，事實也不重要，重要是它讓一部分人覺得好過一點。反中還是一門顯學。政治人物說中國經濟很強，會被罵舔中；但唱衰中國經濟，大家會安心鼓掌，說你很愛國。我發現 Chip 最近很喜歡做這種東西，結論看起來正確，但驗證的過程呢，毫無驗證。不僅毫無驗證呢，不推理，憑感覺。中國之所以沒有崩潰，跟 Chip 所瞎扯淡的什麼集權體制一點關係都沒有。那如果真的有一點關係的話，主要就是在中國大陸的體制，它的治理、規劃、應對方面有它的強項，但是這也不拖中國老百姓呢，非常非常的努力、刻苦的去進行。那另外呢，還有整個國際地緣政治形勢裡面，美國幾度要對付中國，就幾度遭遇了一些歷史的偶發事件。但其實這些偶發事件也是必然，比如說911的恐怖攻擊，讓美國人把整個重心轉過去對付中東的反恐戰嘛。然後呢，後來呢，這個又幾度要準備對付中國的時候呢，遇到什麼疫情啊，然後後面又遇到俄烏戰爭啊，所以呢，這裡面呢出現了這樣的一個問題。所以對於中國的大陸來講，崩潰這件事根本就不會發生在當代的中國，根本就不可能。文革3年艱困時期都沒有崩潰了，當時可是被美蘇兩強共同封鎖啊，都沒有崩潰了。現在的中國大陸會崩潰？所以我常看民居正那邊講中國要崩潰了，我說假卡拜啦，等一下啦，就非常的可笑。Chip 的觀念就偏差到極點吧。那 Chip 最大問題就是說，因為他是一個160萬級的頂流網紅，他在做節目的時候應該要更加的嚴謹，他應該要先從自己的節目品質要求起，不能老是靠着這一種迷幻藥，或者是他長期累積粉絲的方式，用他自身過去所積累的聲望來做這種粗糙爛製的節目跟內容嘛。你事實上只是讓更多人被誤導，更多人被誤導，事實上並沒有辦法改變看不慣民進黨的這個部分。身為台派，難道對中國大陸的認知就一定要是錯誤的嗎？我自己過去也是一個非常純的台派，那我對中國大陸的認知一直在改變的過程當中，我也不否認自己過去這個台派的身份啊，我依然是對台灣有濃厚的這個鄉土的情感。可是在這個之上，難道不能追求事實嗎？難道台派就要當白痴、當笨蛋，对中國有誤解，然後就覺得中國就是所有14億人民都是習近平的提線木偶，4大銀行就是習近平的個人倉庫，被搬來搬去這個樣子嗎？所以我覺得作為台派，反而更應該弄清楚你一個強大的鄰居的存在，你應該如何去應對吧。既然台派一直強調的是台灣主體意識優先，那既然最有可能讓台灣主體意識可能不復存在的是對岸，是中國，那你不是應該更要研究中國，研究的更加的透徹嗎？不是應該要做
做更多的功課才應該做這個節目嗎？中國之所以沒有崩潰，跟他的專制獨裁的關係並不大，跟他如何處理跟應對每一次危機當中，他選對的方式，減少了傷害，關係比較大。他現在的一黨專政的機制，只是讓他在政策方面有更強的穩定性，但不代表他內部總是一帆風順啊。所以我一直覺得說，今天很可悲的地方就是說，作為一個台派，難道就要做笨蛋或白痴，然後就一定要嘲笑中國才是一個台派嗎？難道我們不能自信一點？台灣很棒，但中國也很厲害。那所以我們有向中國大陸學習的地方，也希望呢，台灣呢能夠繼續保有自己很棒的地方。那如果就算今天台灣落後了，也不會怎麼樣，我並不會自卑。台灣如果不 No.1 的，難道我們就不愛台灣了嗎？作為一個台派，台灣不管變成怎麼樣，你應該都要愛台灣吧，盡量讓台灣繼續努力。台灣本來就很難在世界上 No.1， 以你的體量，以你的人口數，那只是說台灣在個別領域做到 No.1， 那是因為有整個的歷史機緣，還有當中有好多人在努力才做得到的嘛。所以為什麼今天我就不太懂了，一定要做這種低質的節目，然後搞了這個一定台派一定要是這種價值觀，然後才可以把這個節目做出來嗎？難道不能勇敢的往前跨上一步，告訴大家過去你們認知是錯誤的嗎？你一定要反中反共才是台派嗎？台派的核心是愛台灣吧，台灣本地優先吧，這才是台派吧。